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出现了一个0.22%的上涨，这个位置上出现新高之后，我们依然认为它处在一个箱体的上边线附近。所以呢，虽然出现新高，但在没有大涨出现唐僧阳线之前。唐僧阳线是什么呢？我们看到7月10日走出悟空阳线，然后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组的势力范围，上方是有唐僧阳线的预期的，但是唐僧阳线没有走出来之前，我认为这个箱体结构依然有可能回到箱体的下边线附近，因为箱体结构呢很容易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内部的一个结构，所以呢虽然有新高出现，但没有大涨，走出唐僧阳线之前，美股还是容易回踩下来的，最终呢它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在收敛三角形近交点附近发生突破。但是呢这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形成了4次的位于34000点的等位置波峰之后新高还是容易在这个位置上不断产出的。总而言之呢，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它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如果多头趋势得以继续的话，那美股将会迎来一轮牛市。那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比特币出现了一定的背离，道指呢不断的反弹上涨，但比特币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定的下跌行情。但整体来看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这个角度来看，始终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有边界感的这个结构当中。那么我们认为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很快将会迎来变盘。这个区域的变盘，我们认为依然是以多头为主，即使是有一定的回踩但是不跌破$29,500的情况下，依然有机会继续上行。原因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6月23日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本轮行情连续1个月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阳线的震荡，因此呢，是一组干扰性的 K 线。当然了，这组干扰性的 K 线维持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上方呢依然有这样的预期。同时呢，可以把时间级别跳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我们看到6月19日这一周走出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对于周线级别上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那么最近连续4周的一个横盘震荡都是干扰性 K 线，这组干扰性 K 线围绕了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在干扰性 K 线、妖怪 K 线完成之后，上方依然会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一个多头的预期。同时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在23年1月份开启之后，它就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那么目前为止，我们正在等待的是第2轮的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因此呢，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的。当前行情当中，在4小时级别上的震荡的时间越长呢，它上涨的概率和上涨的可能性越强原因我们知道是横有多长，纵有多高。那么在最近2天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板块当中，以OneInch为龙头的币种开始了一轮轮动OneInch做了一个领涨行情，然后我们看到 Sushi 也有了一定的涨幅。今天我们看到 UNI开始发生了启动动作当然了，今天 UNI 走势比较强。那 UNI 呢，我们是在6月初的行情当中就开始布局，我们当时就说了对于 UNI 来说，跌破一个$5.5的一个横盘震荡，形成了一个波谷支撑位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坑的区域。在黄金坑区域当中，怎么买都会赚的。那果不其然，目前 UNI 正在进行的是第2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唐僧阳线到达了一个高点$6.2附近。那么这轮行情，我认为 UNI 通过合并 K 线合并到周线级别上，就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和沙僧阳线之后，上方可能会走出唐僧阳线，到达$7UNI 呢目前还是比较强势。对于 DEX 交易所来说，我们看到 UNI 占比它分3块第一块是 UNISV3， 第2块是 UNISV3 ARB， 第3块呢是 UNISV2， 占比是在去中心化交易所的85%以上所以呢，当前 UNI 的价格同它基本面形成了一个高度背离。同时呢，我们知道Uniswap 的 V4 马上就要出现那在 V4 出现之后我们认为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上涨预期这个上涨预期呢是周线级别的
同时呢，在牛市行情当中，我认为 UNI 肯定会突破$100，成为新一代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的龙头币种。那么 OneInch 呢，作为最近几个交易日的龙头，在最近2天行情当中放出巨量之后，回踩了33%。那目前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它是有一个小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作为支撑的因此呢，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是可以考虑进入一部分仓位的毕竟呢，一轮行情的龙头它有一个持续性和轮动性它的持续性是在回踩之后还有可能继续上行，它的轮动性呢是 OneInch 作为去中心化交易所的龙头，影响了 Sushi， 影响了 UNI， 甚至影响了 Cake 和 Burger 的上涨我们看到 Cake Burger 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是 Sushi 是上涨幅度最大的 ，UNI 是紧随其后的当然呢 ，UNI 的上涨呢具有非常强的持续性。那 OneInch 是龙头币种快速回踩之后它在日线级别上涨期完成之后，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洗油。那4小时级别下跌洗油完成之后呢，根据 K 线洗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可能做出一个小日线级别上涨洗油不断的切换，最终呢它形成一个多空双向回补动作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这里的多头的回补是通过空头进行的，那空头的形成的缺口，那可能会做一个多头的回补，最终呢反复回补构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形成近焦点在近焦点附近发生变盘动作。那么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也可以看到，对于 OneInch 来说它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悟空阳线，量价齐升之后，还是存在一个多头机会的。那么对于空头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关注重点关注的是 BNB 1个月之前我就提到了 BNB 走势已经非常弱势，在 SEC 起诉了 Binance 平台之后一路下跌打到最低点$220之后，底部形成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虽然有 IEO动作让 BNB 做出了一个反弹到$260附近的一个行情，但是IEO 结束之后 ，BNB 重新回到了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当中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最终的一个支撑位在$230附近。如果$230被跌破下行空间可能会被打开。那么前面一段行情，它从$50上涨到$691之后，从691到$230做出了长达2年时间的回补动作，2年时间回补动作，$230构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如果跌落至$100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将会落入到属于 BNB 的一个黄金坑所以呢，很早的时候我就提示我们会员群的朋友做一个挂单是有机会接到的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走得非常弱势我们看到比特币、BCH、UNI包括很多莱特币，包括很多主流币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轮行情，但是这轮行情当中 BNB 没有任何表现，所以呢对于空头来说 BNB 可能会有一波行情，那么对于现货和多头来说，耐心等待属于 BNB 的黄金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